你記住，大年初六六六大順，年初九長長久久。咁年初八呢，發有發財嘅寓意。所以民間將呢一日稱為聚財日。尋日係正月初七，係人日，即係人類嘅生日啦。咁今日年初八呢，係咩日呢？係穀日，即係穀嘅生日。喺神話傳說裏面，女媧喺第7日創造咗人類，但係又驚人類肚餓，於是乎喺第8日又創造咗穀出嚟，所以民間老百姓就將正月初八稱為穀日啦。咁關於穀日呢一日好盞鬼嘅，老祖宗教落，若然喺年初八呢一日天氣係好晴朗嘅，即係意味住嚟緊呢一年可以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咁話。但係相反，如果呢一日係陰陰暗暗嘅，唔係咁好天嘅，即係意味住收成欠佳嘅咯。所以古人係特別重視呢一日嘅，仲會舉行一個釋穀會，全家觀穀、食穀、養穀，仲會對寫有穀物名稱嘅牌位進行膜拜，並且喺呢一日係唔會食熟嘅穀物。咁其實古人有呢個習俗，只不過想話俾大家聽，要尊重農業，珍惜糧食，粒粒皆辛苦啊！咁除咗係穀日之外，今日仲係順星節，係古人祭拜日月星辰嘅日子，係可以預知未來一年運氣嘅節日，祈求歲歲平安咁話。咁點解會有呢個順星節呢？民間有個講法，相傳今日年初八係九星君下凡嘅日子。咁呢九星君即係日、月、水、火、木、土、金、羅喉同埋計都，亦都叫做九曜星君。順便講下，日字加個澤字，普通話讀休，粵語讀耀。耀字係有照耀明亮嘅意思。既然係星君下凡，咁民間老百姓就會做翻啲嘢嘅。所以喺古時候，正月初八晚上嘅話，就會舉行一個祭星儀式啦。有錢人家就會擺翻108盞嘅燈花，一般家庭都會擺49盞，最少都要擺9盞，一盞就代表一位星君。咁舊陣時嘅燈盞形狀就好似高腳杯咁嘅，有用泥整，亦都有用銅整，上面放啲生油再點着佢。老百姓係想通過呢個祭燈儀式，祈求星君庇佑同埋賜福，希望新嘅一年可以稻穀有好嘅收成。咁祭拜完星君之後，就會由婦女即係夫乸啦，分別將嗰啲花燈擺放喺廚房、客廳、睡房，仲有門罅等等一啲角落頭。呢個動作喺古時候就叫做散花燈啦，好似燭光晚會咁。呢個時候老一輩嘅人就會趁機同粒孫講啦：一寸光陰一寸金啊，時間係好寶貴嘅，要珍惜時間，千祈唔好行差踏錯，唔好做錯事，要謹慎行事。9位星君夾住你嘅。咁呢個就係古人過嘅順星節啦。到咗依家，貴州同埋四川一帶仲保留咗呢一個年初八、年初九喺竹竿上面掛燈花嘅習俗，唔知你家鄉有冇呢？你家鄉有冇年初八過順星節呢個習俗嘅呢？除此之外，正月初八仲係八仙節，咁有名你叫八仙節，即係8位神仙啊嘛。呢8位神仙包括鐵拐李、漢鍾離、張果老、何仙姑、藍采和、呂洞賓、韓湘子、曹國舅呢8位神仙。因為佢哋不畏強權、救死扶傷、解危濟困，所以老百姓都好中意佢哋嘅。而喺呢一日，民間老百姓就會準備一啲美酒佳肴去祭祀八仙啦。咁有啲地方仲會專門揀喺年初八呢一日出遠門嘅，咁事關遊八仙去百病啊嘛。其實正月初八仲有個節氣就係放生祈福日啦，即係將嗰啲雀仔啊、烏龜啊、魚啊攞去到野外放生。古人喺初八呢一日放生，唔單止係對自然嘅生物、對生命嘅一種尊重，仲係想祈求世間嘅生物可以生機勃勃、興旺發達、美好嘅寓意。咁既然今日又係穀嘅生日，又係順星節，又係八仙節，又係放生嘅祈福日，肯定有翻啲禁忌嘅。所以老祖宗教落謹記3件事唔好做。第一件事就係唔好打爛嘢，尤其係嗰啲食嘢唔做嘢、做嘢打爛嘢嘅蛋散啊吓。咁事關民間老百姓認為，年初八呢一日係鴻運當頭嘅日子，係一個好吉利嘅日子。但係民間又有個破運嘅講法，所以喺呢一日係唔可以打爛嘢嘅吓。咁若然真係唔覺意打爛咗嘢，就要點講啊？講翻句歲歲平安。再古老啲嘅做法就要用一張紅紙或者紅布包住佢，再抌咗呢啲碎片。你家鄉有冇呢個講法咧吓？第二件事就係記紅事啦。咁喺古時候係好少人揀喺年初八呢一日結婚嘅吓。咁雖然大年初八係一個吉日，係一個好日，但係太好啦，太大啦，受唔起。
嗱，最後一個就係倉不空，咁呢個倉就唔係你平時睇嗰個倉乜空嘅倉嚇。嗱，呢度嘅倉指嘅係米倉，裝米嘅缸，或者係裝米麵嘅袋，或者係米桶。咁倉不空嘅意思即係話裝米、裝麵、裝糧食嗰個缸唔可以空嘅。咁正話都講咗啦，正月初八係谷嘅生日，又係聚財日。嗱，米缸即係代表一家人嘅口糧，有口糧先至會食飽噶嘛。所以喺呢一日嗱，老百姓就會將個米缸裝滿佢，寓意係家中唔會斷糧咁解。咁米缸裝滿咗，即係代表嚟緊呢一年都可以豐衣足食。如果米缸空空嘅話，人都覺得好空虛，好唔踏實嘅，係咪？嗱，呢一個就係老祖宗教落嘅唔好做嘅3件事啦。咁其實呢啲年俗可能已經過晒時嘅啦，不過亦都係一種傳統文化，亦都係正正因為有呢一種習俗，先至有年味、有氣氛啊嘛。不過又唔係話要求個個遵守照做啊，但係可以了解下古時候啲人係點樣過年嘅呢？嗱，咁樣嘅傳統文化、中華文化先至可以傳承落去噶嘛。嗱，到最後又整副對聯俾你對下啦。春臨大地百花艷，下聯留俾你喺評論區去答啦。到最後祝大家萬事如意，大吉大利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